生了女儿坐月子，婆婆说日子能过就过，媳妇想换就换。我同意离婚，让她的博士儿子重娶生子，继承她家的破铜烂铁。结果，这个男人告诉我，医生说我以后彻底丧失生育功能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在产房里虚弱地躺着，旁边是我熬了一天一夜顺转剖才生出来的宝贝女儿。我看着粉嫩嫩的她笑了，怀胎10月和生产1天1夜的苦算什么？造了孽了呀！我们老张家要因为这个不争气的绝后了呀！我愧对老张家列祖列宗，我对不起老头子。护士出去给家属报喜后，我就听到了婆婆那喜极而泣的鬼哭狼嚎。张峰，妈跟你说，陈亚这小贱人是要给咱老张家断子绝孙，要么赶紧2胎给我生个孙子，要么明天就去离婚。你一个大博士，还怕找不到媳妇给你生儿子吗？这日子能过就过，媳妇你想换就能换。产房里的医生护士们一脸惊愕地看着我，我一脸平静，让你们见笑了。妈，您在医院大半天了，也累了，赶紧回去躺着歇歇。放心，您的话我都记住了。张峰这妈宝男，看样子要送他回家休息了。观察期结束后，我被护士推出产房，门口只有我的丈夫张峰一个人。果然，我那个婆婆凤体抱恙，雄赳赳气鼓鼓地走了。我的丈夫一改往日的温柔体贴，一脸嫌弃地看着我，没用的东西，还生了个赔钱货。我和张峰相识于大学，彼时的他上进好学，永远雄霸年级第1，各项奖金永远有他的份，是同学羡慕的对象，老师眼中最值得骄傲的学子。是我主动追的他。我承认我对学霸没有抵抗力，况且学霸还自带一种清冷孤傲的气质。永远简单的白衬衫、牛仔裤、白色运动鞋。图书馆自习室里瘦瘦高高的背影，我常常偷偷看出了神。我们毕业后一起留在了省城，他做了本市最牛高校的老师，我进了本市最好的医院做了妇产科医生。所有人都羡慕我，都说我们郎才女貌，势均力敌才是最好的爱情。那个时候，我哪里知道凤凰男混合妈宝男简直就是人间灾难。只有我妈得知我们要结婚后，眼神里透露出隐隐的担忧。怀孕后，张峰体贴地通知我，宝贝，跟你商量下，你怀孕了食欲不好，我想让我妈来照顾你，给你做个饭啊什么的。还没等我想好怎么拒绝，我昨天给我妈买了火车票，她今天一大早就出发了，现在估摸着快到了。看着她一脸的期待，虽然我极不情愿未来与婆婆共处一室，可是现在人来都来了，这口气生生咽了下去。陈亚，我看你这肚子肯定是个男孙。我在我们村看这个可准了，隔壁王沈家的媳妇去年刚生，我一早看出来就是个带把的。眼前的婆婆盯着我的肚子，手舞足蹈说的唾沫星乱飞。陈亚，张峰他爸死得早，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生个男孙，把我们家香火传下去。你可得给我争口气，要是我们家香火在我手里断了，我死了那老头子也不会放过我的。自从婆婆来了省城，我家的清静日子就结束了。从早到晚，只要她眼睛是睁着的，就瞄着我的肚子，手舞足蹈，唾沫星乱飞的各种跟我说教。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，每天带球上班已经很累了，回家只想好好休息，还要面对她无休止的唠叨。我跟张峰抱怨过不止一次，让他劝劝他妈。时代不一样了，男孙女孙都一样，
都是我们家的宝贝。我爸很早就不在了，我妈一个人又当妈又当爹地抚养我长大，太不容易了。你就不能理解她，好好孝敬她，别跟她一般见识？婚后的日子里，特别是婆婆来了之后，张凤越来越显露出她凤凰男自带妈宝的气质。这天，我忙碌了一个夜班后回家，想好好休息。婆婆咚咚的敲门声，我把吓醒。陈亚，起来，把这碗鸡汤喝了。你不想喝，我孙子还要喝呢。我们家的香火还指望着你的肚子了。我一睁眼，一碗飘着厚厚一层浑浊鸡油的鸡汤直接兑在我的脸上。整天孙子，你们家有皇位要继承吗？去继承你家那堆破铜烂铁吗？你自己是女人，还觉得女人不如男，你就觉得自己那么贱吗？我没睡醒的时候，不要跟我谈什么理智。这几个月的忍气吞声，终于在这个早晨爆发了。哐当一声，鸡汤被摔碎，汤水洒了我床上、地板上、衣服上都是，还伴随着婆婆的哭天喊地：“老头子啊，你睁眼看看呢！给媳妇炖鸡汤，好声好气伺候她，还被指着鼻子骂呀！老头子啊，你赶紧带我走吧，我活着没意思，在儿子家过得没尊严！”呜呜呜，嘴巴里唱着，还一挥手指苍天，一挥手指大地，唱到激动处还双腿起来使劲蹦跶2下。老头子啊，我辛辛苦苦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想让你老张家留个男孙给你个交代吗？快来把我带走吧，我不活了。正在洗漱准备去上班的张凤听到动静冲了进来，目睹了眼前的一切：摔碎的碗，四处的汤汁，哭倒在地的婆婆，在床上一脸懵逼的我。直接一个箭步上前，左右开弓就给了我2巴掌，给我扇清醒了。陈亚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妈一大早起来给你熬的鸡汤，你不喝就算了，还故意摔碗，让我妈跪在地上哭，你看我今天扇不死你！说完就接着挥舞着巴掌要过来，我赶紧把头用被子蒙住。儿子，你爸死得早，谁都可以欺负我，我辛辛苦苦来伺候你媳妇，她这还是人吗？她，你今天不给我扇福气了，你对不起你死去的爹。说着要爬起来助阵，结果地上鸡汤太滑，重重地摔倒在地板上。儿啊，我的腰，我的腰！陈亚，等我回来跟你算账。娘儿俩骂骂咧咧地去了医院。自从生了女儿，出院回家后，家里的气氛就变了，阴沉沉的，看我们娘儿俩都带着满满的怨气。给我女儿冲奶用的是冷水，奶粉也不按照标准放。我买的尿不湿，婆婆一直要等到整个尿不湿吸饱了尿才不情愿地去换。看着女儿那红红的小屁股，看着她难受的哇哇哭，我心疼极了。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么舍得她哭？不顾剖腹产伤口还未恢复，自己爬起来照顾她。赔钱货养那么精细干什么？这放我们村里就稀饭糊糊喂喂就能长大。妈，你喂了半天太累了，让陈亚看着就行了，你赶紧回房间睡一会去。嫂子，你这放我们村，俺妈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的。来探望的小姑子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斜着眼看了看我。我忍着痛抱起女儿，看着他们这一家子笑了。作为本市最好的医院，妇产科永远是忙碌的。我放弃了产假，坐完月子就回去上班了。女儿我带回娘家，交给我妈照顾。未婚先孕的小姑子直接就住进了我们家，由婆婆照顾起了1日3餐。嫂子，我在你这养胎期间就去你们医院产检，你给我安排个最好的医生。我老公是在国外做跨境贸易的，一年几个亿是很简单啦。你可得安排好了，出了问题你担待得起吗？
这还没结婚，老公老公叫的倒是挺顺口。小姑子张璐躺在我家的沙发上，看见我下班回来，一边刷着手机，一边命令似的跟我说。此时的婆婆就在厨房，一边剥着大蒜，一边侧耳偷听。我笑了，这还用你说呀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放心，嫂子给你安排的妥妥的。我安排了最要好的同事做了小姑子的主治医生。之前有流产史吗？没有。病情请如实回答。有流产史的孕妇，因为之前的子宫内壁有损伤，孕期更容易发生胎盘粘连，产后大出血的风险也会比常人高。如果有过胎停育、畸形胎儿或是自然流产的，我们医生就会特别注意这胎。3年前是有过一次，考虑到孩子的顺利出生，张璐不得不对产检医生坦白了过往的流产史。小姑子的过去，我还是从她哥张峰嘴里略知一二的。当年第一任男朋友同居不到3月就搞大了肚子，男方家很珍视这个孩子，一再要求生下来领证办婚礼，谁知小姑子怀到3个月生出了幺蛾子。嫌弃男方家里穷，凭借几分姿色勾搭上了据说是国外的富二代，对方承诺只要生个男丁就送房送车。这个富二代还挺保守，女方必须过往干净。小姑子果然心狠手辣，做事雷厉风行，迅速打胎，把自己包装成了黄花大闺女。据说这胎也查过性别了，男胎妥妥的。要不然怎么在我家还能这么趾高气昂的，就等着带球去男方家领房领车了。听说下个月是这个土豪富二代回国看他的日子，小姑子一脸得意，下个月我老公回来就带我去看房看车。哎呀，到时候我这肚子也大了，到处跑来跑去看房也累哦。我闺女真有本事，妈以后就靠跟着你享福了。你哥那个没用的指望不上喽。说完，婆婆还意味深长地瞅了我一眼。我轻轻哼了一声，心里恨恨地来了一句：那是不知道你肚子里死过人吧？我复印了小姑子的病历，还搞到了她的 B 超单，上面显示子宫内膜回声不均质，并且子宫壁较薄，这些都是佐证流产史的证据。通过私家侦探发送给了那个富二代，静等大戏开场。小姑子日思夜盼的日子终于到了，我有幸被邀请一同去机场接机。妈，今天打扮漂亮点，你未来女婿可是要回来孝敬您大别墅的。妈，你女婿这次回来就是要筹备婚礼了，你老变身豪门丈母娘的日子就要来了。婆婆笑的那个一脸嘚瑟，还是我闺女肚子争气啊！哈哈哈哈！张峰一脸不耐烦地对着还在悠哉悠哉涂口红的我吼道：“半老徐娘了，浪费这个钱，赶紧上车去机场。”省城机场到达大厅，张璐手捧肚子，一脸期待地混在拥挤的人群中，对着到达大厅出来的人群望眼欲穿。老公，老公。妈，看，那个是你女婿。小姑子一路小跑过去，正准备上演久别重逢催人泪下的桥段时，只见对面那个男人对着小姑子的脸就是狠狠一巴掌。贱人，早知道你这么不干不净，就不该浪费我的时间和人民币。原本想找个黄花大闺女给我家生个男孩带走，你以为我是想跟你结婚？我肯定不会跟我老婆离婚的，本来这次来就是打算给你点辛苦费，孩子我带走。李冉，你疯了吗？张璐一手捂着脸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你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当初还来我这里装什么纯情？我告诉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我是不会认的，谁知道是哪个隔壁老王的野种。婆婆一看闺女被打，也不管什么原因，上去就要拼命。
她怀着你的孩子，你竟然还打她，我老太婆跟你拼了！”上去就要抓李冉的脸，当然还没抓到，就被推到一旁，直接趴在地上。现场那是一片混乱，张峰和李冉还有李冉同行的人打成一团。我拿着手机躲在一旁，无关看客一般拍着视频。在场的其他旅客很快报了警，警察还没来，就听到张峰捂着裤裆嗷嗷地叫。救护车带走了受惊吓的小姑子，还有声音异常凄惨的张峰。李冉和同行被带去了警局。小姑子因为受惊吓过度，加上几个男人打斗中推搡了好一阵，导致早产迹象，直接进了产房。陈亚、张璐这孩子早产，医生说情况不太好，最少要住3个月 ICU， 这都是钱啊！挨千刀的李冉不是人，造孽啊！你行行好，先把这个月费用付了，救救孩子吧。之前还趾高气昂的婆婆，只隔了这么一会，现在直接痛哭流涕地跪在我面前。婚后，我和张峰一直财务约制，是我坚持的，我不要他的钱，但是他们家也不要盯着我的工资不放。估计张峰的存款已经掏空了，自己的和张璐以及小宝宝的费用，那点钱早就被医院扣清零了吧？妈，不是我不出钱，我是真的没钱，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养孩子，你儿子没出过1毛奶粉钱，这个你是知道的吧？毕竟他的工资卡在你那里管着，我每个月还要负责我和女儿的生活费，现在孩子在我爸妈那里带着，我也得给钱，就我那点工资，哪里有剩余？但是我也不是见死不救的，孩子没有错，来了就是一条小生命，必须得救。咱家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？房子卖了就有钱了呀！这老太太拍着大腿哭喊着。当初我跟张峰结婚的时候，我俩都是刚毕业，手头那点存款根本赶不上省城的房价，也不怕被人骂是恋爱闹了，那不妥妥的就是吗？我坚决地相信，没有房没有钱算什么？我们有爱情啊！所谓有情饮水饱，我们就在出租房里结婚了。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甜蜜，随着孩子的出生，出租房简陋的条件、逼仄的空间，导致我和张峰时常吵架。我妈当初是极力反对我嫁给他的，奈何架不住我的任性。现在木已成舟，娃都生了。作为家中独生女，我爸妈在一阵恨铁不成钢的长吁短叹中，给我们在这个城市买了个2室1厅。虽说面积不大，只有80多平，但好歹也是我们自己的小家，条件比出租房那绝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。现在这老太婆惦记上了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了，这想的还挺美，梦里啥都有，做梦去吧。想起来这事，我就恨得咬牙切齿，手里端着妈妈做的糖醋排骨都不香了。心烦意乱的把碗放下又端起来，嘴巴里嚼不出一点味道。亚亚，最近我看你状态也不好，要不请假在家休息几天？你这样妈看着心疼。最疼我的只有亲妈了。想当初我爸妈死活不让我嫁张峰，觉得对方一家不简单，也怕我嫁过去吃苦，没好日子过。我还偏一身傲骨为爱向前冲，现在啪啪打脸了，还得带着孩子回来住。想着想着忍不住鼻子一酸，眼圈红了。陈亚，你疯了吧？张峰电话在这个时候打过来，我家出了这事，你1分钱不出，你良心喂狗了吗？你坐月子生孩子，可是我妈伺候的你。既然你做的这么绝，行，离婚。离婚协议我已经发你邮箱了，咱俩也没别的财产纠纷，孩子我也不要，房子卖了1人1半，一拍两散。隐约还听到电话那边张峰他妈的附和声，对，
赶紧卖房离了，再找个大姑娘。我一听就急了，张峰，那房子是爸妈给我买的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承认这房子是你爸妈买的，当时也只写了你的名字。你们家就是这么算计，从那会就是不想好好过日子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房子是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买的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所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共同财产你明白吗？不需要我为你一个大学生再解释了吧？然后一声冷笑，所以房子卖掉，一人一半，我一眼都不想再看到你。还没等我说完，结果啪的一声，电话就被挂掉了。我妈坐在旁边，全程听完了聊天内容，放下筷子，把手放在我的手上，轻轻拍了拍，呀呀，没事，天塌下来我妈给你顶着。看着手机短信的到账信息，我成功的把房子卖掉了，这个我和张峰唯一的联系也解决掉了。我重新打印了离婚协议，来到医院，签吧，签完了去民政局。我手里拿着协议，当着这一家几口子的面拍在了桌子上。卖房款呢？在我账户里。你不会是法盲吧？不转给我一半，咱们法院见。我随手甩给他一张复印件，是我妈昨晚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给我的。当初给我买房时候写的赠与协议以及公证书，婚后女方父母赠与的财产原则上归夫妻共同财产，但女方父母有明确说明财产只归女方的，那么就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，离婚时对方无权分割。这是证明材料，有疑问的话，我不介意法院见。对于这一家人，我多一句废话都觉得是浪费氧气。转身离开时，后面哭天喊地，撒泼打滚，问候我家祖宗18代的咒骂声，直到我走出住院部的大门，都还没消停。钱没拿到，张峰死活咬住不离婚，看样子就是要拖死我，大家都别好过。没了房子，张峰带着老妈老妹加上一个嗷嗷待哺的早产娃，住进了单位分的30多平一居室。听共同的朋友说，那边的日子也是不消停，被富二代抛弃的妹妹整天要死要活，早产的孩子需要各种治疗产生的巨额医疗费。一居室空间狭小，人又多，生活久了，心态也不行了。当然了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，即使他不同意离婚，事实上也是正式分居了。我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，爸妈帮我带着孩子，我在单位兢兢业业。这种在别人看来异常平淡的日子，对于我却是结婚以来难得的好日子。直到科室主任找到我，我被人检举了。举报信上说明我滥用私权，窃取患者信息并泄露，造成恶劣影响。彼时我刚结束一台手术，手术服还在身上，衣服湿透，头发因为沾满汗液粘在脸上。我伸出手用袖子擦了把脸上的汗，一边脱掉手术服，一边平静地说：“有证据就让他们来告我。”主任，还有件事，我今天正式申请辞职。说完，我走出手术室，留下主任一脸错愕地待在原地。在准备离婚前，我就申请了国外大学的 offer， 近期顺利申请签证。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才深刻意识到，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内心丰盈，经济强大。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，生活的窘迫，工作的失意，学业的压力，日子的鸡飞狗跳。挺过来的，人生就会豁然开朗；挺不过来的，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。所以，你都不必害怕。最近一直在收拾行李，准备出国的事宜。飞机是3天后的早上8点飞。我接到张峰的电话，
约我去我们以前谈恋爱时候经常去的咖啡店。念及他还是孩子爸爸，我决定赴约，劝他大家把事情说清楚，好聚好散。自从分开后，整个人不再内耗，特别是确定了未来的目标之后，生活有了方向，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明媚轻盈。随意地套上运动服，扎上马尾辫，穿上一双小白鞋，随意的装扮都彰显活力的气息。怪不得有人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婚姻还是青春的坟墓吧。离开了婚姻，我的青春都回来了。来到咖啡馆的时候，张峰已经到了。我不用刻意去寻找，他还是坐在以前我们常坐的那个位置。换做以前，每次约会，远远看见他，就像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浪花，我的心情也像浪花一样欢腾。透过他的眼眸，我看到一片海，一个宁静的世界，一个倒映出的澄澈的自己。他浅笑盈盈，眼眸瞪净清澈，眼中也含着丝丝笑意，阳光仿佛是融入了他眼中。如今，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浪费后，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，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，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。我坐到了张峰的对面，时日不见，他看起来憔悴多了。陈亚，我错了，我们和好吧。张峰一把握住我的手，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。不提孩子，我本来还没情绪的，你好意思提孩子？你们全家谁正眼看过这个孩子？都21世纪了，还搞什么重男轻女？赶紧去找个人，给你生个大把的，去继承你家的破铜烂铁吧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想到他联合他妈对我的种种，心中有一股气总消不了，是一种怨恨，又是厌恶。陈亚，我只能有一个孩子了。什么意思？张峰压低了声音，上次那事，我受伤后，医生说我以后彻底丧失生育功能了。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忍不住大叫，笑出了声音。对不起哈，我真是没控制住自己，真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就是不行了？那你还来找我和好？和好个毛线啊！你真当我冤大头没你不行啊？我的余光告诉我，周围的人像看神经病一样看我，还低声唧唧歪歪的。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老娘今天心情好，就是不在乎啊。陈亚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的你温柔善良，彬彬有礼。我们一路走来不容易，看在我们过去的份上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我妈因为我妹的事情被气出了脑梗，现在半偏瘫，生活自理很难。看在我妈照顾你月子的份上，你回去照顾她，给她做饭什么的，做人要讲良心。我起身拿起手边的咖啡，顺着张峰的头顶从上而下倒下去。洗洗睡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你拖着不离婚也行，2年后诉讼离婚。我登上了去法国的飞机，飞机入境落地后，是李冉在机场接的机。看到我，李冉殷勤的一路小跑过来，亚姐，行李箱都交给我，别累着您。车就在门口，赵总也在车上。我说我能安全把亚姐接到，他非要也跟着来。你在顾总手下干了几年了？算上来也有8年了。亚姐，上次真的得谢谢你了，要不我真不知道张璐是哪种人。我之前回国就想找个单纯的女孩给我生个儿子带出来，嘿嘿，我家那个母老虎生不出来。哎，说出来都不好意思。之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我一边走一边打断他，过去的事情就像嚼过的口香糖，再拿出来越嚼越恶心。李冉打开车门，坐定后才注意到前面副驾驶的男人顾清歌。仅仅看侧面，
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。小的时候，我们都在一个大院里长大，我们的父母都是同事，两家都是老相识。顾青比我大2岁，小的时候我经常跟在这个哥哥后面。顾青哥，你去哪里？带上我一起呗。我们男孩子打架，带上你不方便。那我就告诉你爸妈。顾青挥舞着拳头在我的眼前晃荡，却始终舍不得动我一根头发。行行行，走吧走吧，我就跟在他的身后，摸鱼抓虾爬树。他总是会拿着有限的零钱给我买些小糖果，带色素的饮料，笑眯眯地偷偷给我，还推着我的胳膊催促着快吃，别给你妈看到了。后来在学校，总有些女生因为看到我和顾青在一起，对我背地里使坏。直到那天，他把那个为首的女孩子逼到学校附近的小巷子里，指着她的鼻子说：“以后谁再欺负陈亚试试，陈亚是我妹，谁跟我妹过不去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”那天的夕阳真美，我转头看她的侧脸，被霞光的照耀下，一张痞坏的脸。白皙的皮肤衬托着淡淡桃红色的嘴唇，俊美突出的五官，完美的脸型。特别是左耳闪着炫目光亮的钻石耳钉，给他阳光帅气中加入了一丝不羁。再后来，他们全家出国，听爸妈说，他们定居法国，开了公司。从小几个人的公司，到现在的跨国连锁集团。自从爸妈听说我过得不好后，就为了准备了后路，帮我联系在法国的顾叔叔，帮我申请学校，才有了现在的我。小时候你总是跟我屁股后面，甩都甩不掉，现在你又回来了，放心吧，没人敢欺负你了。顾青转脸对我笑，那一瞬间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